亲爱的灵魂家人，欢迎回来！我是宇宙为你指引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灵魂，而爱情就是我们在地球修行里面最重要的课题之一。在每一次投胎转世里，我们的灵魂都会追求不同的体验。有时候我们渴望轰轰烈烈的激情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下跟接纳。有时候呢，爱情是一段疗愈，而有时候它是一种陪伴跟成长。没有哪一种爱情是绝对正确的，因为它们都是灵魂选择的课题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，我们都会吸引来最适合自己、最能推动灵魂前进的爱情。今天这个占卜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你的新爱情会是拿着怎样的爱情剧本呢？会带来怎样的感受？又会推动你学习修行什么样的课题？那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，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。最左边是第1组，中间是第2组，最右边是第3组。我们要选择其中1组牌卡进行聆听，所以首先要来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连接。我们先来做一个冥想的小仪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闭上眼睛，把我们的肩膀下沉，腰背挺直，大口吸气，大口吐气，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，完全的放松，排除所有的杂念，什么都不想。吸气，吐气，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：亲爱的宇宙，请告诉我，我的下一份爱情会是怎样的剧本？感恩你的安排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。询问完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。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，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。公屏打出来，感恩宇宙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丰盛的，这样的一个字样，让我们来提升我们的运势，让我们来接收宇宙的祝福。留言好之后，选择好牌卡之后，现在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。亲爱的，我们先来接收你当下对爱情的态度。如果有对应到的话，就可以继续往下听；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可能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组的选择了。那么首先呢，你最近你很想遇到的爱情，大家是可以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，希望遇到志同道合、价值观也是非常匹配的恋人。2个人的年纪不要差太多，2个人的能力条件呢也是比较相近的，可以玩到一起去，聊到一起去，心态也差不多。你会觉得爱情呢是不需要谁高谁低，不需要谁去扮演父母或者是老师这样的一个角色，而是2个灵魂呢在同一个步调里面相遇，一起去学习，一起去成长。最好是势均力敌、互相成就的恋人。你希望的感情状态是最舒服、最简单的，彼此呢也要很强的安心、信任感，不会因为对方没有秒回讯息就焦虑，也不会怀疑他在哪里呀，跟谁在一起呀。你希望这种打心底里的这种尊重、信任是非常自然的，大家可以同频，也会给到你安心的感觉。另外呢，不是说在感情里面谁给的多，谁付出的少，也不会斤斤计较。2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是可以讨论的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立场，你是支持这种不同性的，没有关系，只要2个人可以很好的商量，很好的沟通，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好了。另外呢，你也知道感情呢不可能是一拍即合，还是要用心去滋润，用心去呵护的，彼此呢有那种愿意去给到对方支持啊、照顾啊、体贴的心是最好的。所以你也不追求那种急功近利的爱情，或者是马上就有一个好的成果，最主要是在这个爱情的过程里面呢，大家都是可以去好好的守护，好好的去保护照顾对方。
我们看到这有一双手死死的拽着绳子，然后但是它是逆位呢，代表你会觉得爱情并不是说需要依赖啊、寄托啊，并不是雪中送炭死死的拽住，大家呢互相给到自由的感觉、松弛的感觉。爱情本身就是锦上添花的，不是救命稻草。你自己可以过得很好，然后你在自己生活的很舒适的状态之下，遇到一个对方他也是生活很好的一个恋人，他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你也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，1+1大于2。当2个人生活都是比较平顺、喜悦、稳定的人在一起呢，就会更加的开心，更加的无忧无虑了。2个人都过得不错，然后在一起，当然就是非常棒的一种状态。你会觉得爱情里面呢，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浪漫啊、惊喜啊，大家就是接地气，一起去分享，一起去守护，那一起是有一种刚刚好的陪伴。所以其实对于爱情哦，你没有太多的幻想、理想化，你还是很接地气，还是有一种非常成熟的态度。这是你吗？好，继续往下听。那新恋情呢？首先你会新到的爱情哦，你可能会很喜欢对方的声音，你很喜欢倾听对方说话，你会觉得他的一些语言呢，蛮给到你一些力量的。可能他并不是一个话很唠叨的人，但是呢，他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你被理解，你被看见了，你也是认同，你也是肯定他的。有时候呢，他会给到你很多好的情绪价值，有时候呢，他会给到你一些新的 idea， 新的不同的看法、想法，让你打开自己的世界观。或者是它会激发你更多自我价值的一些显现。你们的话语之中呢，是有称赞，是有鼓励，是有共同给到彼此一些力量的。这种感觉让你觉得你们之间的思想是可以得到共鸣的，而且也可以互相懂彼此的一些话语中的内容。这种语言上面的沟通呢，让你会觉得大家是彼此祝福，并且同一频道上面的人，在语言沟通上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些障碍。反而2个人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一些话，每天呢都会分享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呢，而且你会觉得对方是一个蛮有内在智慧的人。首先你会被他的语言、被他的思想所吸引，不是因为他的可能外貌。另外呢，这个人也有比较强的抗压能力，他是可以接受现实生活中的挑战的，是一个蛮勇敢而且越挫越勇的类型，懂得总结经验啊，懂得去克服所有的困难。你会觉得他面对现实的一些压力蛮有弹性的，而且他也会很快的去得到一个成长，懂得去收获，是一个比较有积极正能量的人，不会出现任何的困难就逃避啊，或者是拖延啊，也不会去抱怨消极。最主要的是他懂得去如何马上解决问题，这是很好的一种态度。新的恋人呢，他也是蛮孝顺的，很注重家人关系，他也很有一定的修养，看得出来家教是比较好的，可能他家庭条件也是不错的，从小呢对他也是蛮守护，蛮有这种爱的宠爱能量，所以在待人接物上面他都很有礼貌，他也很有这种关怀别人啊，给予别人传递这种爱正能量的心态。这个人在你的家人眼里面评价也是很不错的。当你把他带回家，你身边的朋友、家人应该都会觉得他是比较踏实、可靠，有好的一个教养，会支持他的。而且你身边的人对他的关系也是持很正面的一个态度。你发现这段感情并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它可以融入到你的朋友圈，融入到你的家庭里面，得到别人的所有的认可。
这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外界的这些支持是可以让一段关系走得更稳的。本身呢，它也有好的一个品质，特别是孝顺，然后人际关系呢都是很和睦，互相给予传递爱能量的这种特质呢，也是很吸引你的。这点性格非常的不错，很适合建立家庭，非常的正派。另外呢，你们两个人就是缘分比较深厚，是有前世情缘的。你跟他在一起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。见面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好熟悉，好像不是第一次遇见了，或者是两个人非常自然的就可以聊到一起去，就可以想到一起去。不会出现那种尴尬或者是冷场的状态，你的话呢，他都是可以接得住的，而且不需要刻意的去解释，就是莫名的有一种默契，很容易就懂彼此。这并不是这种玄学哦，真的是你们之间呢可能有前世的缘分，然后今世再一次的相遇，再一次的可能会去做关于爱上面的这种课题跟修行。这种熟悉感呢，也让你在感情里面更懂得去坚持。你会觉得两个人牵手并进的话呢，总是会克服困难的。这么好的就是一个缘分，很遇见了很不容易，还是会好好的去珍惜的。另外，他也是一个比较有边界感的人，是比较理智，同时也有感性的那一部分。但是呢，他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非常冷静的，他在对待其他的一些暧昧者啊，对他不喜欢的人，他是会懂得去拒绝的，他是会设定一定的界限，不会跟谁都产生那种就是调情啊、开玩笑的态度。对他喜欢的人，他是非常温柔的，非常热情的，但是对于他不喜欢的人，他是可以转身走开，或者是很冷漠拒绝的。这个人呢，也是一个遇事不惊的人，并且在出现人际关系争论啊、吵闹的时候，他是可以先沉默，控制自我的情绪，然后再去做冷静的分析、冷静的沟通的。所以也是有一定的情绪自控能力。在感情上面呢，他也是很理性的去做抉择。在不熟悉的人面前，会觉得这个人蛮冷酷的，因为他是有比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。另一方面呢，他在感情里面也愿意去做妥协，愿意为了感情去做一定的调整。真正长久的爱情呢，并不是谁输谁赢，而是找到一个共同的我们的方式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也看得到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成熟跟理性的。通过这些方面呢，你会特别的欣赏他，而他对于你也是充满着幻想，充满着渴望。他把你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面，他是敬仰你的，多多少少呢也是对你有很强的一个期待，也是非常欣赏你的。他觉得你是给他带来正能量、带来希望的人，是他生活里的亮光。但有时候呢，他也知道自己必须更多的去接地气的经营你们之间的关系。他会觉得你很美好，在你们的感情世界里面，他也有一定理想的成分，而且他完全不想失去你。他有时候呢也会比较小心翼翼的，怕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怕自己错过你。在感情里面呢，他会非常真诚的在乎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安。这种不安呢，就是怕自己不够优秀，怕自己没有做到最棒的那一面，所以他非常重视你。他也希望呢，在这份感情里面给予更多的稳定性，
以及得到你更多的一些确定。他非常想要你，这句话就是很直接了，不仅仅是害怕失去，而是一种很积极的渴望，也有一点占有欲。他对你的爱意呢，应该不是被动的，而是主动追求的，不只是在幻想，而是就要和你在一起，所以去做一些积极的行动，更多的一些联系你啊，更多的邀约啊，更多直接的表达啊，安排见面啊，规划未来啊，这些他都有在去做。所以看到你对他的吸引力是非常强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，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些剧本呢？你拿到怎样的爱情剧本？非常特别哦，你们是互相给对方带来一些金钱运势的人，是会给对方带来好运的。在这份情感关系里面，你们有很多智慧、专业度上面的一些交流沟通，你会激发他的一些能力，他也会激发你的一些爱情技巧，以及你一些赚钱的能力。你们两个人会经常沟通一些文化啦、政治啊、理财啊、金融方面的知识，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消息。不仅仅是谈情说爱，也会落实在物质世界里面，去让对方成为一个更懂得生活、更提升爱情品质、生活品质以及自我价值的一个感情。但你们之间并不是因为现实经济条件是互相吸引的，并不是说因为他的事业比较好啊，或者是看着很有钱的一个样子你喜欢他的，真正是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，然后两个人是行动上面非常合拍的，做事情上面非常合拍的，再加上看到他的人品、性格各方面都不错，建立的爱情关系。对方他的心态呢，并不是一个很老派的人，他不是那种好像认识了就要结婚、谈恋爱了就要组建家庭的类型。他的年龄就是跟你差不多，甚至说比你小一点点，至少说他的心态是非常年轻的。你们不会一开始就去谈论结婚啊，就是要买房啊、生小孩啊这些事情。你们最先呢，就是享受两个人的互动。就是仅仅享受这份自由的爱情，少了很多的这种规矩啊，少了以结果为目的去谈恋爱了，多了很多的真诚。因为两个人都是成熟的，知道如果合适合拍的话呢，稳定的走下去，肯定是可以建立家庭的，但不会因为想象跟对方要去建立家庭，所以提前要去做很多的磨合，很多的商量，并不会带着太目的性的去谈恋爱。最主要的是呢，你们都很喜欢去向对方学习，都喜欢一起去冒险，一起去尝试新的一些事情，并不是说两个人兴趣爱好完全相同，但是可能他喜欢做的事情你之前没有尝试过，你也会跟着他一起去体验。也许你喜欢，比如说你喜欢跳舞，那对方可能从来没有去学习舞蹈的话，但是呢，也愿意跟着你去体验一些，比如说萨尔萨舞蹈啊，或者是一起去舞蹈俱乐部感受一下呀。对，有可能他是很喜欢运动的，打网球之类的，也许你也愿意跟着他一起去学习网球。所以这些方式呢，让彼此的这种行动上面呢，都是很对等的，都是很主动、开朗、积极的。这个相同的行动力呢，让你们的关系是最大的一个能量的来源。这种爱情不是非常严肃的框架，不是那种好像先要负起很强的一个责任，而是呢，在两个人互动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这种乐趣，这是非常棒的。而且你也不是因为对方的好像外在外貌，他也不会因为你的
长得好不好看啊，帅不帅气啊而在一起的，不是这种肤浅的喜欢，真的是可以彼此开得起玩笑啊，然后彼此是那种节奏一样啊，频率对上的感觉。你们两个人在这份感情里面都是比较主动积极的，不是说等有空了我们再去做什么事情，而是想去做，那马上就去做。这种状态呢，也是让两个人觉得蛮精彩，体验蛮丰富的。比如说今天想要去看展览，那明天呢就把票买好了，或者是两个人这段时间有空，那么今天说去旅行，那马上就订票，很快就开始去走行程了。大家呢都是会把你们的聊天的一些话题是一些想法都是可以落实的。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呢，生活的节奏也变得蛮有趣、蛮充实的。你们之间呢也会像是老朋友一样的这种氛围，彼此呢都很真实，一起吐槽啦，互相的开幽默的玩笑啊，就是在他面前你也可以放屁屁啦，就是不用去担心丢脸，很自在的一种状态。这些状态呢，比那种鲜花、浪漫、甜言蜜语要好得多，而且两个人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些负担，不会说出现任何的困难了，其中一个人扛，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，就会一起去想办法解决问题，一起去，无论是生活上面的问题、事业上面的问题，他都会去帮你想办法去解决的。当然，你也会给到他一定的力量，比如说今天工作很辛苦了，他也会帮你按摩一下呀。原本很累的事情，因为有了彼此呢，就没有那么的沉重了，所以这份感情呢，也会让自己少很多的一些压力。两个人在沟通上面是没有太多障碍的，也会有很多新的习惯，也会去建立你们彼此新的一些活动，会有更多专属你们两个人的美好时光，让你们的感情呢越来越深厚。这段爱情呢，也不是一时的新鲜，不是那种短暂的激情哦。大家呢也是会很努力的去让这份关系更加的长久，让你们的能量更同频。你们的爱情呢，也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积累的，越来越亲密。而这份情感呢，也是日久见人心、细水长流的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反而觉得越合拍、越好玩。最主要的是呢，大家可以踏踏实实的去经营情感，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玩到一起去，有一种莫名的默契、一致的行动力，然后在一种很轻松的氛围。所以你新恋情的剧本呢，是一开始不会因为现实条件彼此的吸引，而是纯粹的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好玩了，跟他在一起很舒服。他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人，你们之间的这种互动呢，也有创造力，也有行动力，也有熟悉的温柔。这段关系不会让你觉得有任何的负担，反而去帮你卸下压力。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你们会有更多的情感稳定，这份感情呢也更加的持久甜蜜。非常棒的讯息哦，期待我们的新恋情吧。这份新恋情的剧本你拿到了吗？如果是的话呢，我们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感恩宇宙，我接受这份新恋情剧本。好，那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亲爱的灵魂家人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当下你对爱情的态度。如果有验证到一部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，代表你们的能量相同，这组牌卡是给你的。如果说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，重新集中一下能量进行牌组的选择了，没有对接好哦。好，首先呢，你会觉得真正想要的爱情是真实的接受，
不只是喜欢对方的优点，也可以接住他的缺点、脆弱、不安，不会因为他不完美就否定整段关系。你希望呢，两个人一起是真心愿意一起面对所有的，接受彼此的差异性。两个人不可能完全一样，因为大家从小经历的事件啊、家庭啊，或者是文化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不可能一拍即合。只要两个人愿意去支持彼此的不同性，愿意去慢慢的磨合，而不是不停的以爱的名义去改变对方。你接受自己在爱情里的样子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在爱情里面会出现一些敏感啊，或者是害怕失去啊，或者是出现一些情绪上面的发泄，但是没有关系。真正好的爱情呢，就是可以不伪装，想说自己说的话，想做自己做的事情，而彼此呢都是很自由、很自在、很舒服的，互相呢也可以传递一些治愈啊、好的情绪价值。爱情本身呢就是这种流动的，就是有阴晴圆缺的，所以不会永远的甜蜜，有平淡的时候啊，有大家可能意见不合的时候啊，也可能有短暂的分离啊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出现问题了，大家一起去解决问题就很好。你不会对爱情有太多的一些幻想。另外呢，也许过去在感情里面你有一些焦虑，你有一些可能复杂多的一些想法，也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期待。其实当下呢，你会更加的自然，希望爱情也更多的一些简单。不要有任何的小心机，不要绕来绕去、猜来猜去的，直接的、很清楚的，喜欢就是喜欢，那不喜欢呢就不喜欢。想见就说我们一起见面吧，想对方就打电话，没必要说被动的先等对方开口啊，没必要在那边可能猜来猜去。在这样的爱情里面呢，彼此不需要有任何试探性的游戏，也不用担心是不是自己想多啦，或者是未来呢有没有好的一个结果啊。其实你想要的是那种简单的，没有任何包袱的情感，也没有任何浪漫的包装，希望是真实的，可以打动人的，不需要天天去想对方在想什么，够不够爱自己，对方该不该用更好的一些行动去做证明，就是很轻松的、直接的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那我们俩就好好的在一起。那我爱你的话呢，我也不会去过多的去看你在做什么，你有做不做的足够，就只要专注自己的感觉就好了。当下呢，我是想跟你一起去享受这份快乐。当下呢，我是想跟你在一起的，那我就去做积极的，让情感更加滋润的一些事情。最主要的是，我想要。当然，你期待的是那种轰轰烈烈、有激情的情感关系，不希望太过于的平淡或者是无聊。细水长流的这种情感生活呢，并不是你当下想要的。也许你很年轻，也许你的心态是比较年轻的，你想要的这种情感呢，最好是那种很心动，见到对方就眼睛发亮，然后全身很有感觉的那种情感，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那种彼此吸引的张力。不要每天只是一起吃饭、散步、追剧，那种太过于生活化的爱情呢，并不是你当下的选择。你要的不是那种冷冷淡淡的相处，你要的是可以给到你生活充满能量的那种氛围，那种强烈的情绪。即使有时候呢，大家会有一些争争吵吵啊，但也没有关系，代表了彼此的真诚，代表彼此的在乎。最主要的是出现这种争吵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呢，会有这种强烈的吸引力、强烈的反应、强烈的这种生理喜欢是很重要的。你希望在感情里面不顾一切，你也愿意远距离的奔赴，你也愿意为爱放手一搏，愿意去充满着这种冒险精神，去爱，去感受到这种强烈的爱情体验，这种
起起伏伏的情绪波动，你希望下一段恋情呢是自己人生里非常难忘的一段情感，这是你的期待吗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你的新恋情首先是非常有感觉的，它象征着水的能量。你的爱情一开始可能并不是很热烈的，但是呢，会有一种隐藏式的喜欢，也许最先留下很好的印象，慢慢的很喜欢对方，但是会先把这种爱藏在心里面，可能是从暗恋开始的一种暗自的喜欢，眼神里面呢，或者是话语里面呢，是有一些暗示，但不会直接的就冲上来说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，反而是多了一层细腻的暧昧感。这个是蛮有意思的。而且在这份情感里面呢，大家都会去做一些改变，特别是你自己哦，你会 push 自己变得更加的漂亮，或者是更加的帅气，你会做一定的转化。这段关系呢，不只给你带来了心动，它也会逼你去成长，逼你去蜕变。可能你也会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在感情里面需要更多的接地气啊，或者是在一些行动上面是不是要更加的主动啊，在某些方面是不是要做改变呢？那这些改变呢，不是说压力，而是一种可以让自己成长变得更美好的一些机会。可以看到呢，爱情本身也是一股推动力，有时候我们想去谈恋爱，我们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精神，更加的美好，更加的有情商，所以这段关系也不仅仅是浪漫的互动，更是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有动力，让你自己变得更加的丰盛，更加的精彩，打开更多的格局，给你更多的一些力量。然后人际关系之中呢，也有更多的一些支持跟连接。这段新恋情并不是你跟对方关起门来的两个人世界，而是呢，可以被周围的朋友啊、亲人啊所支持的。对方的朋友圈、你的朋友圈，甚至你们的家人都会给到你们某种程度的认可，甚至说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，大家也会一起去玩乐，非常开心、非常热闹的一份氛围。大家呢也会去晒幸福，也会把彼此带到日常生活里面，也会让彼此呢融入到大家的这种社交圈里，所以会受到周围人的支持。周围的人呢会觉得你们非常的般配，而且你也会感觉更多的安心。你们两个人也会去做很多有意思的好玩的事情，去听音乐会啊，去参加派对聚会啊，那一起去旅行啊，一起去玩乐啊，两个人在一起是非常开心的。这是一段更公开、更健康的爱情。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因为一时的心动而在一起的，是有一种先是暧昧，先是隐藏，不着急，然后让自己在爱情里面变得更好，变得更加的完整，把自己推向更好未来的一个情感关系，蛮不错的哟。你会觉得新的恋情是宇宙给到你的礼物，不仅仅是对方呢，可能经常会送你一些小礼物啊，投其所好啊，对你大方慷慨啊，也可能是会给到你一些浪漫、一些意外的惊喜，或者是在你低落的时候给到你很好的安慰、很好的情绪价值。对方呢，很可能是在那种细节上面会表达爱你的这种状态。记得你喜欢吃的食物，买给你；记得你想去参加的活动，带你一起去；记得你喜欢的一些艺术或者是表演，一起去欣赏。甚至有时候呢，在你没开口的时候，就会给到你一些非常贴心的小举动。那这些礼物呢，这些动作呢，都会让你觉得自己被看见、被重视，所以你们的爱情呢，也是很有温度的。
虽然你对物质呢并没有太多的一些要求，但是对方呢都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到你很喜欢的、很安心的一些礼物，让你看到他不是嘴巴说喜欢你，他是真的会去做一些动作，是会给到你比较靠谱的这种心情的，会用实际的一些动作来表达对你的爱。好，很好的消息，你们两个人是双生火焰。双生火焰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人生之中跟自己的双生火焰进行连接，很多人都会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，但是当你遇到双生火焰的时候呢，它不仅仅是一种灵魂层面上面的共鸣，它也带来了蛮多的一些挑战的。在你们的这种灵魂层次的熟悉感上面呢，是很真实、很强烈，命中注定，好像我终于找到懂我的人了。它会激起你很多优质的那一面，也会激起你很多的一些天赋能力，同时呢，它也会显现你暗黑的，你可能也会扩大你的消极的、阴暗的那一面。对自己呢有更多的一些认知，你会因为这段爱情体验到人生里面最深刻的那种激情跟心动。这是一种很强烈的缘分，这是一种宇宙的礼物。双生火焰的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它的挑战在于对方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你的好跟你的不安不好都同时照出来，会逼迫你去面对自己的可能阴暗面，自己的固执啊、脆弱啊，或者是焦虑的那一颗心，或者是平时可能你看不到的一些缺点，所以也会让你去做一些进步、一些更改。那这段关系可能也有一定的这种情感拉扯。有时候非常的亲密，有时候呢又容易产生摩擦。你们之间呢是绝对有很强烈的这种吸引力的，无论是思想上面的吸引，还是这种生理喜欢，还是说感官上面的这种吸引哦，这些呢都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忽视。你们可能也会经历一些分分合合。这样呢，会让彼此有更多被推动的去冷静、去思考、去成长。有时候呢，两个人在一起是非常有趣、非常激烈，但有时候呢，又是很有距离，很需要去静下心来，冷静下来。当然，在这份情感里面，你也会学会更好的去爱自己，也学会怎样去理解对方，怎样去爱别人。遇见双生火焰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事情，但更准确的说呢，是一种幸运的试炼。它会让你看到最真实的自己，也会在爱情里面学会怎么样最深的、最好的、积极的一个方向去成长。哇哦，很不错哟。接下来我们出现旅行的这张牌卡，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们可能会有很多就是长途啊、短途的这种旅游的机会，或者是你们在旅行的过程里面认识去加深的感情，或者是一起在不同的地方去体验很多新鲜的事情，让你们大家打开世界观，有更多的一些活力，有更多美好的一些记忆。从另一层意思上面讲呢，就是这段爱情本身就像是一场旅行一样，有起点，有未知，也有蛮多的一些探索的。对方呢，可能跟你之前接触的这种恋人，或者是设想的感情接触的这种感情模式并不太一样。可能他并不会很常规，也可能他跟你听到的一些爱情故事呢，看到的一些爱情故事的这种书籍的输出版本，这种剧本是不太一样的。有这种很意外的相遇，也有一种可能意外的一些惊喜，
并不在很就是生活化的那种情感模式里面，所以让你有非常多的新鲜感，让你有很多的这种未知性，但你呢也确实有足够的冒险精神，愿意去大大方方的爱，愿意去体验这个过程。你并不会以这个目的，就是结婚啊，或者是同居生活在一起为目的去约束这份情感，或者是给予太多的一些规则。在这份感情里面，大家是很自由的，也是非常尽兴的。你也是边走呢边发现很多爱的新风景，让你呢有很多爱的这种体验，爱情技巧的提升。所以这样的爱情呢，并不是小打小闹的游戏，而真正是一段会影响你人生、影响你爱情观、让你成长，同时也让你很快乐、很新鲜的情感旅程。非常棒的消息。而对方呢，他经常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，他是对你有很多真心的共鸣的。在你说出某个 idea、某个感受的时候呢，他其实心里面也会想过，对呀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可能你们有相同的梦想，可能你们有相同的一些人生经历，或者是你们很容易就是懂彼此的一些感受。可以感同身受，频率呢非常接近，很多时候都不需要解释，一个眼神，大家就是很有默契，知道对方的这种想法，对方知道对方想做什么，他会觉得你挺完美的，他不会用一种挑剔的心去看你，他更多的是有一种包容的、欣赏的这种心去看你。而且跟你在一起呢，也是他没有想过爱情会是这个样子。你们相处起来呢，很多时候都是非常轻松自然，没有太多复杂的这种顾虑跟包袱的。他在你身上呢，看到好像很多自己的一些特质，很多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像在照镜子一样，有蛮多的惊喜的，所以他也会很好的去珍惜你，他会不想错过，就对你，他觉得是真爱。在你们的互动里面，他会发现，其实很多问题不需要计较太多，只要心里面有爱，那么这个答案就清楚了。他对你的态度呢，也不是因为你的可能长相啊、你的事业啊、你的文化啊，或者是你的人品啊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就没有任何的条件，就是纯粹的爱情本身。他跟你很有共鸣，他因为有你而感到惊喜，而倍感珍惜，他也愿意用爱来回答一切。所以呢，对你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，这也是他对你最真诚的告白。好，那么具体我们就来看一下哦，这份爱情的剧本是怎样的。可能这份爱情的开端，并不是说一见钟情，并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，好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喜欢了，然后情投意合的发展下去了，而是一个人追，一个人先喜欢对方，然后主动去做追求的。另外一个人呢，可能比较保守一些，可能会觉得，也许大家有距离呀，也许大家可能还要对方是不是合适的人，要多观察一下啊，不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想要跟对方谈恋爱的，确实是被打动之后，确实是看到对方的很多的品质，很多的真心，被感动之后在一起的，很可能这段感情是带着一种正式感的。那也许
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对对方有比较好的一个印象，但并没有很快的肯定这个人要跟对方进入到谈情说爱之中，只是觉得长得还不错，身材也比较好，然后条件还是不错的，愿意呢给对方一个机会去接触看看，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心，但你不会对他有任何多的一些幻想。在看到对方更多熟悉了解之后，看到对方的修养啊，以及对方的真心之后，慢慢的喜欢上了他。但最刚开始，你也不知道这份感情有没有结果，到底是走到怎样的一个方向。大家呢都会有一些保留，有一些限制。有可能你本身呢是一个原则比较多、界限比较强的人，所以不会随便的因为对方喜欢自己就谈情说爱。你也是有一定爱情的高标准，你会去做一定的挑剔。然后在越来越多相处之后呢，这种防备松下来了，你会觉得对方给到你很好的情绪价值，给到你的这种自由感是比较松弛的，而且对方也是很认真、很谨慎，带着足够的责任感的。他是脚踏实地的，让你觉得这个人很稳定、很靠谱。你也会看到对方的不完美，但是你也会看到他的真实。你对这份情感呢，没有太高的一些理想。随着接触的越来越多，这段感情会慢慢的升温。信任呢，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真的也是经过一点一滴所累积起来的。甚至说，这段感情可能还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分分合合。也许大家有一些距离，也许大家因为一些矛盾而暂时的分开，也许对方呢，他不想太急躁的去追求你，他会给到你一定的距离，他想在这份情感里面表现得更加的成熟，不要给到你任何的压力。总之呢，在这种追求的过程里面呢，没有太多执着的控制，是一种比较健康自在的状态，然后让你感受到一种顺其自然的舒服感跟切合感。然后在有足够的情感松弛之后，你会发现真正的爱情是两个灵魂的对视。这段关系呢，慢慢的就进入到了很同频的连接，很多的情投意合之中。他愿意去做妥协，他愿意去做配合，他愿意去做调整。在你有更多了解他之后呢，会发现两个人其实是相同的人，可以聊到一起去，可以玩到一起去的。所以你用更加开放的心而迎接到了真爱。当然，这份爱情不会永远是浪漫激情的，一刚开始没有那么的惊喜，但后来呢，你们的爱情是越来越深刻，有很强的情感基础，因为他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来追求你，打动你的心的，所以他会满足你，他也会很好的去珍惜你。圣杯9这张牌卡呢，就代表着愿望成真，情感上的满足。对方会在追求到你之后，非常的心满意足，会继续的对你好，继续的去滋润、稳定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。而你呢，也会很好的去享受被爱，很好的去享受对方对你的宠爱。这是非常有层次的爱情，彼此的缘分其实是非常深刻的，有共同的爱情课题需要去修行，但是你也会吸收到很多的爱情技巧，先从很严肃的
去挑剔这份情感，慢慢到经历你们的情感磨合，然后走向放松，走向圆满的成长型爱情剧本哦，也是非常棒的消息。所以他会花很多的心思在你的身上，去获得你的肯定，获得你的欣赏。最后呢，你们会进入到这种很美满幸福的情感关系里面哦，非常棒。跟你期待的是不是一样的爱情呢？我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最后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感恩宇宙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先来接受当下你对爱情的态度，如果有对应到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，代表能量相近。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组的选择了。其实当下呢，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应该还是不错的，应该还是会享受每时每刻，那可以带自己去吃好吃的，可以带自己去约会，并没有觉得缺了一份爱情，自己的生活好像就不幸福了。但是对于下一个恋人呢，还是多多少少就像一只这个好奇的小猫一样，想知道下一段恋情会给你带来怎样的一种感觉，怎样的一种情绪的波动，又会让你的人生有转变吗？所以保持着一颗愿意去探险这样的一个心情，并没有很急迫着马上就要结婚啊，或者是一定要很快速的一些脱单啊，没有这种急躁的心情。有恋人出现的话呢，那当然咯，就可以增添生活的色彩。没有恋人出现呢，也完全没有关系。你当下的心态呢，还是比较放松、比较探索的一种心情状态。另外呢，对于爱情，你不是完全的这种幻想啊，或者是把它想得有多么的一些美好，好像有了爱情了，自己就幸福了、圆满了。你没有这样的一种态度，你知道。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或者是两个人谈情说爱，那必定是有很多需要磨合，有可能意见不合呀，要争吵啊，要有习惯上面的一些改变呐。你不是特别的一种消极的想法啊，当然是有正能量的，但是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担心啦，两个人配不配啊？两个人或者是性格相不相合啊，能不能玩到一起去，聊到一起去啊？其实多多少少呢，也是会比较考虑的。也有可能你本身呢，在爱情里面经历并不算多，没有谈过很多次恋爱，听到了一些关于爱情负面的一些故事，或者说自己对于爱情理想的恋人、适合自己的恋人，还是有一些茫然的，可能也不会在感情里面太过于的一些主动，所以有一种矛盾，想要靠近爱情，但是又怕太快的投入，希望自己呢可以在感情里面有更多这种安全感、安心的感觉。虽然是有一些害怕，但是对爱情依然保持着这种积极的态度。看来呢，你是心态还比较平衡的，没有特别的消极，也不会特别的就是向往、渴望、急躁的这种心态。你期待爱情可以带来快乐，让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多一些光亮，多一些陪伴。当然，你也知道，爱情并不是解决生活问题的一个工具，而更像是一种增加乐趣的存在。你是属于对爱情比较好奇的一个宝宝，遇到合拍的人玩到一起的，当然是非常的好哦，大家可以聊到一起去，大家可以一起去做生活更多精彩的事情、丰盛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们之间有一定的业力关系呢，如果你们之间有必须要去做的爱的功课呢，又会是哪些功课呢？总之呢，当下你还是很想知道未来情感是怎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揭秘哦。你没有特别的排斥，你也没有特别的说很冲动要马上进入，但是好在呢，下一段新的恋情会是有很明确的能量的，它不会是大家暧昧
不轻的，而是大大方方的公开，大大方方的有勇气去追求，有勇气去表白，有勇气去建立健康的情感关系的。可能是他主动，也可能是你们之间呢谁先跨出那一步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份感情会给你很明确的目标性、方向感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如何和对方一起往前走，知道在这份感情里面自己应该做什么，自己应该说什么，自己如何去滋润。这是很好的，不会在情感里面出现那种不知所措啊，或者是很盲目的态度。那两个人呢，也会是可以沟通，也是可以团结，也是可以步调一致的搭档的向前行。新的恋情呢，充满着很多欢快、幸福的感受，这种氛围呢是很轻松的，不是太责任感啊，或者是逆缘啊、沉重的考验啊，而是正向的桃花。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呢，自己的笑声会特别的多，就看到对方呢，你都会觉得很开心。无论他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你都觉得蛮有趣的。这种能量很重要哦，不仅仅是激情，而是真的可以给自己分享快乐，给自己带来这种很喜悦的陪伴。两个人会玩得很开心，两小无猜的样子，同时呢也是非常亲密的。大家会在这份情感里面有很多的肌肤之亲啊，无论走到哪里呢，都是牵着手，经常拥抱，经常亲吻，喜欢对方的外貌，喜欢对方身上的味道，喜欢拥抱对方，有很强的生理性喜欢。那同时呢，也会有实际上的一些成长，自己变得更加的漂亮，更加的帅气，更加懂得穿衣打扮了。因为对方呢，自己会变得更多的美好，可能也会更加的优雅呀，更加的挺拔啊，更加的有魅力。是因为谈恋爱嘛，真心在爱情里面，那自然就是自带光芒的，气质呢也是会更加的闪耀哦。你们两个人可能是通过工作，或者是事业，或者是自己的专业而认识的，也许是在工作场合认识，也许是透过工作相关的一些事情产生的互动。你们的爱情呢，不仅仅是浪漫，而真的是因为实际的生活连在一起。如果说你还在读书的话呢，很有可能是同学啦，或者是同校的这种学生。如果说你在参加培训班的话呢，也可能是在这种培训班上认识的，也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公司聚会啊、活动啊，或者本身就是同事，这样慢慢的建立情感关系的。家的氛围，这段感情会给你带来一种很安心的状态，跟他在一起就像找到避风港一样。这不是浮躁的恋情，而是可以建立出我们有共同空间的关系，说不定很快你们就想生活在一起，或者是对对方呢想要进入到这种承诺的关系里面。其实两个人是比较认真的一种态度，也是以正式的状态进入到这种谈情说爱里面的。不仅仅想要有短暂的激情，我也是深思熟虑之后，而且两个人呢，应该是从朋友开始做起的。你们能聊到一起去，你们能分享生活里面的这些小事情，你们能在对方呢面前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先是朋友，再是爱人，会让这段爱情走得更加的长久。有意开始的有意型恋人，不仅仅是好朋友、同事、同学，也因为你们是很好的知己。其实这一段情感是非常棒的，而且对方呢，他会觉得你很特别，你跟他之前接触的人都并不太一样，
你在他心中呢就是非常的与众不同，谁也没有办法替代你在心中的位置。他可能会觉得你说的话呀，你做的事情啊，除了非常体面之外呢，也是很独特的，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。你的性格、你的态度、你的能量呢，都会让他觉得很不同，很想更多的靠近你，了解你，也让他在你面前不敢太过于的随便，不会太过于的随性。他跟你发展情感关系呢，绝对是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他对你的态度呢，也是很负责任、很谨慎的。在人群之中，第一眼就会看到你，他对你也充满着渴望，对你不仅仅是好像身体上面的吸引力、感官上面的欲望，更多的也是全方位的渴望。他想知道你的想法，他想知道你的生活习惯，他想参与你的生活、你的未来，想跟你在各种层面上有更深的一个连接。看来他真的对你有蛮强的探索之心的，想各个方面都了解你，而且融入到你的生活。而他最想的就是跟你建立家庭。他不仅仅是对你有心动，不仅仅想停留在恋爱的这个层面，他已经在计划未来想更加长远的事情了。他会觉得你就是他理想家庭恋人的形象。他可能已经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幻想过、描绘过你们的未来，想象你们两个人如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甚至在考虑怎么样融入到你的家庭、你的社交圈、你的朋友圈。看来下一段恋人他就是你的正缘，不仅仅是正桃花哟，你们是有可能建立长期稳定的情感关系的，绝对不是短暂的激情。他把你放到自己的长期计划里面，带着行动，带着认真，不仅想在一起，还想一起生活，也不仅仅是甜言蜜语、浪漫哦，是有设想很多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你们的爱情剧本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是的，没有错，你们两个人很可能就是正缘，最后进入到非常正规的、正式的情感关系里面。对于有的宝宝来说，如果你在国外生活的话呢，这个人甚至可能是外国人，虽然你们是不同的国籍，但是你们两个人是完全可以玩到一起去的。也许最刚开始你没有十足的自信，要跟这个人可能会建立多么美好的稳定的情感关系，或者是能不能非常的合适呢？不能因为心动就去谈恋爱吧，可能你会有一段时间的纠结，也可能在过去的感情里面你是比较被动的，你需要对方先去表达很明确的一个好感，你才会有安全感，才会去行动，才会在感情里面投入。有可能有时候呢，也会在感情里面想的是比较多，会纠结，而错过了一些恋爱机会，而错过了一些你喜欢的人。在这段感情里面呢，你不想有太多的这种纠结，你也不想因为自己的不自信而错失缘分。你会在这一次情感里面不去计较这些细节，不去陷在这种消极的情绪里面，你愿意大胆的迈出自己的这种舒适圈，勇敢的去表达，哪怕你还没有想清楚所有的条件，你愿意先跨出那一步。对方呢，他会给到你一定的疗愈感，他会给到你很好的情绪价值。你跟他在一起呢，其实你是舒服的，你是轻松的，他也会注重你的情绪，他也不会把你的话呢掉在地上。也可能你过去受到过一些感情这种失望的感觉，
但这段情感你遇到他之后，你不想有太多的顾虑啊，不想有太多的一些挑剔啊，对方呢，他其实也没有给到你任何的压力，他反而给到你一种治愈疗愈的力量。其实你也会放下很多的这种爱情包袱，你会觉得爱情应该更加的单纯，应该更加的正向，不需要背着过去的一些情绪包袱，所以你愿意去更加积极、更加正向的去邀约对方，创造更多好的一些机会，大家一起去玩乐，一起去约会，在这份感情里面给到新鲜感，不仅仅是自己有好奇之心，也会去做一些积极的动作。你们可能一起去尝试新的活动啊，或者是一起去运动啊，或者是一起去旅行啊。总之呢，这份感情就是充满着青春活力，而且你也愿意积极的让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是很升温的。你绝对不会被动，你也是很主动的那一个人，而他呢，他也不会消极，他也会给到你很好的一些反应，所以两个人不会不需要太多的一些质疑呀，或者是猜疑呀，不需要太久的时间，你们两个人就顺其自然的进入到爱情之中。其实两个人呢是情投意合，是很合拍的。两个人都是有很强的互相吸引力，很快的你们就会去做出决定要不要在一起。这份情感不是单向的，是双向的，大家都不会纠结太多，因为你们会觉得彼此在一起是频率相同的人，可以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这种好意、这种心情、这种主动，都愿意去表达自己的真心。你们两个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磨合，在价值观、在生活习惯、在朋友圈里面，其实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聊到一起，可以玩到一起去。另外呢，也有一种我的世界因为你而变得更加有趣，变得更加完整的感觉。虽然你们的感情是很合拍的，但也会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，不会很快的就进入到开花结果、承诺，或者是同居生活、结婚了。大家还是会有彼此的一些很自由的时光，很独立的状态。谈情就是在恋爱之中会花很长的时间，大家很好的去享受这份爱。最后呢，可能多年之后才会进入到承诺里面，只不过大家也不会很着急啦。周围的人反而比你们两个人还着急，希望你们两个快点的婚配，快点进入到这种婚姻里面。但是你们有比较强烈的信任感，会知道只要两个人相爱，那结不结婚并不是真正很衡量你们幸福的一个标准。有没有那张纸呢，并不代表证明什么，并不代表你们是恋人，并不代表你们是很快乐的。所以两个人在这份情感里面也有一定的松弛感，很享受，并不是两个家庭的介入，很享受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快乐时光。当然周围的人呢是觉得你们两个人比较男才女貌啊，是比较合拍的呀，周围的人都是带着祝福的心情的。你们爱情会走到很稳定的阶段，会让你有一种家的感觉。当然你们也会开始建立共同的空间，可能是同居，可能是固定的一些生活习惯，两个人也会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可，最终呢应该会成为一段稳定的长久的爱情。这份感情绝对不是玩玩而已，也绝对不是短暂的激情，是长期的陪伴，是被认可的关系。非常棒的爱情剧本就是大女主大男主正缘的情感剧本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两个人是跨越所有的障碍而在一起，大胆的追爱，大胆的去晒幸福的剧本，很棒哦。
周围的人呢也是对你们满身喜欢，会知道你们2个人在一起是非常合拍，是非常美好的，也会收获到周围所有的人给到你们的这种祝福、幸运的能量，很棒，非常值得期待哦。好，那最后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感恩宇宙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